从台北开车到莉莉马高生态园区大概需要2个多小时的时间，所以我们就报了它的接驳专车，来回一个人是900块钱。早上7点45分在台北车站东山门集合，然后8点前发车。我们那天大概是7点52分就从北车出发了，沿途风景都很漂亮，可以慢慢的欣赏。大概10点左右就抵达七兰山庄。跟我们一样是住在明池山庄的人，可以把行李放在绿色富贵屋，或是放在七兰山庄这边，行李卡上面标注你是明池的旅客就可以了。还有个神木园的团是来这边必参加的，那神木园是团进团出，所以如果想要看神木的话，一定是要报名这个团的哦。这可以在订房的时候先在网络上报名好，并要填写清楚自己的姓名、身份证字号、电话等等的资料，因为神木园有相当严格的控管哦。从七兰山庄发车的梯次有3个，大家可以自行选择。神木园是不能自驾前往的，一定要搭他们的接驳专车去。那我们抵达七兰的时候，大概已经10点了嘛，所以我们就报名了第3梯次，下午1点20分的那一个梯次。因为我们入座是明池山庄，那在等待去神木园的期间，就先在七兰山庄这边玩一玩。他们是同一个集团经营的。这个蓝星肉里面一进来就有很香的快木味。这里有饮水机可以装水。七兰山庄海拔虽然只有400多公尺，但是已经感受到非常不一样、很舒服的氛围了。抱抱神木区可以抱抱神木哦。我们是夏天来的，那七兰这边还是蛮热的。冲向大自然的怀抱。听说这个深山不息体验馆以前里面是泡汤的，现在变成是一个茶树精油 DIY 的体验馆。我们来七兰山庄的小木屋去走走晃晃。差不多到吃饭时间了，我们来吃吃这边的合菜。我们是今天第一组客人，菜单呢可以选它配好的，配上我们用单点的。那菜的分量都是4人份，我们5个人点了6道。地狱甩、3星葱酸猪肉、高丽菜、红烧豆腐、煎蛋、树子蒸山泉鲜鱼，这道好吃。水果是招待的，吃饱差不多准备搭接驳车前往神木园喽，在3号停车场这边报到。往神木园会经过非常陡峭的石子路，而且它的路也非常的窄，所以它只开放接驳车可以进来。拉了大概1小时的车，终于抵达七兰神木园。外面已经下起了小雨，只有入口跟出口会有洗手间，会有解说员带大家一起走，也怕会有人走丢，很危险。有2种路线可以选择，大家一致投票通过，决定走短的。天雨路滑又很小心的走，它阶梯啊其实没有到非常好走，还蛮陡峭的，而且很多下楼的路段。如果幸运的话还可以遇到这边的野生动物，地板很多山羊大便。有趣的是啊，这边的神木都是依据历史人物的名称去命名的哦，可以根据他们的朝代去推算神木的年纪哦。司马迁神木是园区里最大棵最美的，胸围有15公尺。我们看到神木有2种，不是台湾扁柏就是红块。扁柏是树心是实心，树枝下垂生长；红块树心多为空心，且易腐蚀，多为向上生长。光这概念解说是讲了半个多小时，甚至还要一个一个考试。其实我们觉得有点多余啦，难得来到这种充满神木的山区，应该更是要用心感受这边能量才是。超多蜈蚣，好大的灵芝。有时候转一个弯就大雾来临，毕竟这就是深山啊，整个天气状况说变就变。这里有一个七兰福德庙，这超酷的，它长得超像一只熊。这树根都能塞下一个人了。这边要小心撞头哦，很多植物都有毒，所以不要随便去触碰。神木园的上方有补给站，还提供了热茶。我们接着要搭车前往明池山庄喽，约莫也是1小时的车程。来去 check in。
住客都会拿到名池森林游乐区的免费票，它只开放到4点半哦。这边有些注意事项啊，像是园区早上8点跟下午2点半的时候都有导览哦。另外有早餐的供应时间6点半就开始了。晚上洗澡的时候要注意啊，前一个人洗完大概要隔15分钟左右，第二个再洗，不然有可能热水会不够。它的退房时间是11点哦。还有音乐表演是在名池的池上亭，贩卖机有卖卫生棉耶。接下来我们要去开箱，我们住的是青苔6人房的小木屋，它小木屋是在本馆的对面。进来咯，哇，这是什么拖鞋？好脏哦！里面呢超级多死掉的虫，太恶心，又没有排出来了，东西感觉都灰灰脏脏，只是没有整理过的样子。厕所还可以，我们上去看看我们睡觉的地方。Oh my god， 这是有整理过吗？这上个的房客是有走吗？完全是他们睡过的痕迹耶！我们真是直接气死，上面还有些毛，真的如评论所说耶。这边贴几个 Google 评论给大家看。我们马上打去柜台跟他们说我们要换房间，柜台回应我们说这间房间已经故障了，他不知道为什么订房人员会让我们订，因为我们是打电话过去订的，他也请我们给他一点时间处理，在这个处理期间我们就先去餐厅吃饭。名池这边的餐厅比七兰小，明明玩得很累却没有食欲，可能是因为看了刚刚的房间，这个心情大受影响。这边餐饮比七兰那边还难吃蛮多的，如果要用餐的话，比较推荐我们中午吃的七兰那边的餐厅。餐厅对面有个小商店，里面有卖一些甜点、泡面、零食、伴手礼。之后柜台打电话给我们说帮我们换欧式山庄的阁楼6人房，然后让我们选要哪一间，还有蛮多间的。那因为这间比较便宜，所以他就有退钱给我们，价格大家可以去官网做查询。同行如果军工教的要出示证件，会便宜蛮多的。我们底下资讯栏也有一些相关资讯可以参考。这边是有个小阁楼，爬这个楼梯上去还有张双人床，这个楼梯很陡，要小心。另外这边的房间很多都是没有冷气的，预定的时候要先询问。那我们这间都没有冷气，其实外面夏天的时候才21度，所以还好，可是有点闷，所以我们跟他要2只电风扇，这样吹起来睡觉是很 OK 的。这个房间看就正常多了，所以如果遇到奇奇怪怪的房间，请大家直接反映换房间就好。那热水的部分倒是还好，我们洗起来都不会觉得特别的冷。今天可以带自己喜欢的泡面来吃。Morning， 我们来吃早餐 buffet 了。它的餐点呢就蛮简单的，毕竟山上嘛，不太敢吃多高级的，就是一些简单的中式早餐，一些轻食。味道的话呢，就是可想而知的普通味道，10分的话大概5分这样子，但至少它东西都热腾腾的啦。很多淀粉类的东西，所以是可以吃饱的，不用担心。在去到之前，我们就来看看名池这边的美景吧。虽然昨天的住宿乌龙搞得我们心情有点 down， 不过呢，名池这边的风景真的超级漂亮，神木园也很值得。所以即便住宿体验不好，但我们还是很推荐，一定要来这边玩一次哦。玩下来啊，这里的美景跟这里的芬多精还有整个氛围，真的是5星级的。其他就不要抱太多的期望。从山顶大概走10几分钟就可以到名池森林游乐区。建议大家提早享用早餐，然后8点开门的时候就来，因为这样子没有人，有个包场的感觉，真的超级舒服的。这里丫丫完全不怕人，很可爱，还会跟我们一起散步，太猛了！
明池湖是高山人工湖泊，夏天的时候绿意盎然，与天然块木共谱，形成一幅山水画。因为位于北横公路上制高点因此它又有北横明珠的美称哦。来这个水上亭休息一下，烛光粼粼折射在水上亭的屋檐，好美啊！黑天鹅跟白天鹅游过来了，它们超可爱的，带着我们叫，而且还故意停在这边让我们拍摄。因为有时候他们故意让人类拍摄，好像是真的耶。再往里面走一点，我们去它著名打卡景点蕨园，这边有很多的蕨类。这有个非常有名的拍照 pose， 就像这样子。再往里面走一点，蕨园跟旁边的森林童话步道是相连的。这里拍照也很好看哦，完全就是浸泡在森林里，大口大口的呼吸吧。爱惜树木，这里有个林间教室，可以坐在这边休息，听听虫鸣鸟叫。我们待在明池森林游乐区写2小时的森林浴。那回去之前，我们要做木子人的传统，就是收集纪念币，才30块。接着我们要搭接驳车回到七兰山中那边，因为我们要回去那边等待另外一个接驳车载我们回台北。七兰山庄这边有个咖啡厅峡谷吧，我们在这边吃午餐，这边就是卖一些蛋糕、点心，还有一些轻食、咖啡饮料。马告鲜肉包还蛮好吃的，就是很重的胡椒味。番茄意大利面这一吃就知道是用桂冠做的，但讲真的，觉得这比餐厅的还好吃啊，哈哈。总会披萨，就是吃起来还蛮饱的。那我们当然点了它的厚片，巧克力厚片跟奶酥厚片，奶酥厚片很好吃。杏仁塔，这个是热腾腾的，也还不赖。也吃了一个它的芋头冰。没有什么味道，淡淡的。外面下起了大雨，所以表演刚好跑来咖啡厅这边表演，还不错。听着音乐，也听着山中的大雨，感觉特别的宁静。一场雨滋润蓝洋心。看我们遇到了什么？树上居然有野生的台湾猕猴，太可爱了！我们跟旁边的外国人一起欣赏它们，有3只还跑到屋顶上。因为我们快要离开了，还是来跟我们道别的吗？一个小小的猕猴家族，真是今天遇到最幸福的事了。2天结束了，我们的心得就是它的餐食不是很好，因为山上嘛，住宿的话给我们那样子的房间真的是让人很傻眼。不过后来更换给我们的房间是还蛮好的。那最重要的是它的风景，它这边的森林真的很原始，真的是夏天很值得来避暑的地方。这一趟玩下来还是挺开心的，身心灵都有受到洗涤，还是很推荐来一趟哦。